新加坡的各景点介绍，一共会分为10集。我们会以地铁站出发，介绍各个景点，也可以先去看看晚报新加坡以及新加坡行前总攻略，作为行前安排的参考哦。喜欢影片记得按下订阅，也欢迎给我们一个粉丝热推，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影片。皇宫最新推出的韩式海鲜煎饼，在家也能像在韩国一样享受热腾腾的海鲜煎饼。新加坡的第4集，我们要前往小印度区，接着逛逛来佛士坊百货、赞美广场，晚上再到克拉码头搭乘新加坡河游船。首先去小印度区，要搭乘蓝线或是紫线到小印度站。我们走 C 出口往主角中心。出站之后往前直走，左手边就会抵达主角中心。这个就是小印度区的熟食中心，聚集了很多间美食餐饮的小店，会有一些新加坡道地料理跟印度文化美食，像是印度香饭、煎饼、印度罗惹，还有卤鸭饭、虾面、潮州鱼粥等等。这边算是蛮开放的空间，没有冷气，但有电风扇。餐点价格比较平价，但需要准备一些现金零钱。每到用餐的尖峰时段，人潮都蛮多的。2楼的话，主要是商店，有贩售一些印度传统服饰、纱丽、配饰、工艺品等等。离开主角中心，我们继续往前逛。直走到这边，我们往左转。这里的话，可以看到一整排色彩缤纷的建筑。在印度文化中，鲜艳的色彩具有重要的意义，象征着喜悦、繁荣、活力和热情。走到这边，要过马路到对面，这边会经过小印度站的1出口。许多街道、巷弄还有墙面上都有丰富的街头艺术壁画。会用鲜艳的颜色来描绘印度的文化跟历史故事，也会有一些小吃跟咖啡店。右手边的话是印度料理餐厅，这间7彩的建筑是陈东林故居。陈东林是著名的华人富商，这栋是小印度区里面现存的最后一栋传统中式别墅，也是游客很喜欢拍照打卡的地标。小印度区是以印度裔居民居多，尤其以泰米尔人为主，还有来自斯里兰卡、孟加拉、巴基斯坦等等的南亚移民。街道上充满印度歌曲、浓郁的香料气味，也有一些贩售纱丽、金饰、花环、印度彩绘等等传统商品的店家。前面来到维拉马卡里亚曼新都庙。入口处有一座高耸的梯形塔门，上面有数百个色彩鲜艳、栩栩如生的印度教神祇、正牛、神话人物和斗士的立体雕像，是小印度区最具代表性、最古老且最受尊敬的印度教寺庙。这边是一些卖节庆、宗教花卉的店家，也有服饰店、墨镜、包包等等的配件，很多零食饼干的杂货店。新加坡礼品店有很多的纪念品，墙上丰富的壁画都是印度文化故事。左转进来有一些商店，旁边有卖一些花，还有印度彩绘可以体验。印族文化馆展出新加坡印度人的文化遗产、历史、艺术和贡献。左边的是小印度中心，是一个2层楼的室内市集，汇集了许多小型商家，专门贩售各种与印度文化相关的商品。接下来我们进去看看，像是有纱丽、旁遮普服饰，颜色都很鲜艳，还有大量的饰品、金属手镯、耳环和项链，也有印度香料、传统甜点和风味零食，印度的一些佛具跟传统摆饰。可以购物，也可以体验到印度的相关文化。再来到 Take Up Place，
这个是一座复合型的购物中心，有一些流行跟时尚店铺，也有餐厅跟咖啡厅。接下来转大红线，来到的是政府大厦站。这边我们要介绍2间购物中心。首先是 Fernan， 结合了商店、百货公司跟共享居住空间，还有很多特色设施，是非常创新的百货公司。像是室内有自行车道，可以骑自行车，还有大型室内攀岩墙，也设有淋浴设施可以使用。美食街的餐厅选择也很丰富，走路8分钟的话会抵达来佛士城，结合购物中心、酒店还有办公大楼。整个百货蛮大的，也有不少咖啡厅、餐厅跟时尚服饰，也主打高档购物，有许多精品品牌。在来佛士城旁边的是赞美广场，这里有原本是天主教圣婴修女院的所在地，现在聚集了很多异国餐厅、跟酒吧还有咖啡厅。围绕着有100年历史的赞美教堂，是新加坡夜生活跟休闲的聚会场所。纯白的教堂很美，也是热门的婚礼、音乐演奏和戏剧表演场地。这边到了晚上的话是非常热闹，会有现场音乐表演，还有日式、西式，甚至到印度料理。下面的区域也有餐厅。最后我们搭地铁来到克拉码头，从地铁站前往克拉码头的路上，会看到克拉码头中心是一间现代购物中心。继续直走的话，就会到河畔这边，前面就是旧喜街警察局，热门打卡地标之一。标志性的927伞、彩色窗户，它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，拍起来都很好看。这边有2个极限高空游乐设施，弹射飞人跟极限秋千。弹射超人它是一个反向高空弹跳，会从地面垂直弹射到天空中，也有短暂的失重感。另外一个极限秋千是一个巨大的摆荡秋千，会有强烈的自由落体感。在早年的克拉码头是新加坡河上游重要的贸易港口，河岸2旁至今仍然保留了许多经过翻新的旧式仓库和店面。这边有丰富的历史背景，也是新加坡繁荣夜生活的场所，是很多人放松聚会的首选地点。旁边都是餐厅跟酒吧，包括了露天酒吧、特色夜店等等，可以吃到著名的珍宝海鲜、异国料理。晚上的气氛十分热闹。接下来我们要去搭乘新加坡河游船，买票或是换票的地点就在左手边的这一间。排队买票的人很多，所以大家建议先到 KKday 上面购票，当天就可以直接去柜台换票，就不用排队很久咯。班次的话大约是每个小时会有1班，人多的话就会增加班次。最后一班船会在晚上10点到10点半左右发船。这些游船是由传统的货运驳船改装而成，一趟航程大约是40分钟。会从克拉码头出发，经过驳船码头、鱼尾狮公园、滨海艺术中心等等，行驶到滨海湾金沙酒店前再折返回来。这边会看到两岸是色彩缤纷的旧仓库改建的餐厅和酒吧。我很推荐大家选择晚上再搭船，从船上欣赏夜景也是很美。在船上它也会播放英语的语音导览，如果你想要跟着导览介绍看旁边的建筑，一开始可以选择坐在面向船头的右侧，语音会从右侧开始介绍。但如果你不太在意听导览的话，坐哪一侧都可以，因为会绕一圈，所以两边的建筑地标都可以看到。这边经过的是鱼尾狮公园，可以看到新加坡的地标鱼尾狮雕像。这边可以看到的是在路上不能看到的正面视角。这个圆形的建筑是一间意大利餐厅，旁边也会看到许多的商业大楼都聚集在这边。前面这个就来到了滨海湾，可以看到最标志性的滨海湾金沙酒店。这里在晚上的8点跟9点，水面上会有灯光水舞秀。想要从水面上看的话，也可以抓一下搭船的时间，就有机会看到表演。我们这边就会折返
回头往克拉码头的方向行驶。这个是富丽敦酒店，早期在新加坡是很重要的政府建筑，保留了外观，改建成5星级的酒店。晚上来搭船的话，天气也非常凉爽。最后就会回到克拉码头，回到售票口这边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右手边都是餐厅跟酒吧，左手边则有河畔的座位区，土耳其、黎巴嫩料理。隔壁则是法式料理，墨西哥餐酒馆也有卖墨西哥拼盘，包括了各种小吃跟炸物。这个是酒吧，也有卖好吃的餐点。到这里有一座桥可以上去，上面就可以欣赏到新加坡河畔的景色。这间是日式居酒屋，往前的话是海鲜餐厅跟咖啡馆等等。右转过来有更多的店家，刚刚的那一间酒吧的另外一个入口，还有韩式料理、海底捞、咖啡跟披萨，超级丰富。这边还有一个广场，会有一些活动或是表演。如果你想要体验新加坡的夜生活，一定要来克拉码头。另外，今天的影片就先介绍到这边。下一集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新加坡的中国城、牛车水。还有2间熟食中心，记得先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新影片。也欢迎留言，还想看哪些地方的介绍哦。